今顾氏之女以神药渡劫，施药活民，救苍生于疫障，复生机于枯骨，共同良相，得配蛙皇。特赐顾氏之女。父亲，我终于拿到了册封，我证明了自己。我没有嫉妒成性，没有窃取顾明珠的药方。顾明珠为昭义公主令顾家国民济世金匾。谢皇上恩典。顾清月，想不到吧？这本该属于你的公主之位，如今是我的了。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我做嫁衣。错了！药方明明是我写的，被册封公主的应该是我，怎么可能是顾明珠？你们看清楚，药方上的名字是顾清月啊！顾清月，就是你在顾明珠交上药方之后，交了一个跟她一模一样的药方，你可知这是欺君？一模一样。姐姐，母亲患病时你偷取我的药方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可治疗瘟疫这种国之大事，你还要偷取，这是欺君之罪。你是要顾家给你陪葬吗？不是，那药方明明是我呕心沥血配比出的。住口！明珠自小天赋异禀，传承了顾家100年医术，而你不过是在外面跟土郎中学了一些不入流的东西，还敢说明珠窃取你的药方？哥，逆女，真是厚颜无耻，心胸狭隘！陛下，顾清月罪犯欺君，我顾家决定将他逐出族谱，恳请陛下将他严惩，以示惩戒，千万不要影响到明珠的册封啊！逐出家谱，斩首示众，不要影响到明珠册封。我是你的亲女儿啊！我顾大山只有一个女儿，那就是明珠。罢了，今日是朕认领女儿顾明珠昭禧公主的喜日，故意见血，该杖毙吧！打！好好惩治一下她！我没有这种嫉妒成性、不知廉耻的妹妹。父亲，我回家那天，你说过要补偿对我16年的亏欠，你说不会让女儿再受一点委屈。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，生出了这种逆女！打！替我顾家清理门户！顾清月，你终究是错付了。你母亲的病越加严重，你们谁能治好你们母亲，谁就是我顾氏医馆的继承人。母亲病重，这是顾明珠第一次窃取我药方的那一天，我回来了。姐姐，你说你能治好母亲，药方呢？可曾写好了？药方，上一世我是写出药方。你给为父解释解释，为什么你跟明珠的药方一模一样？为什么你要抄袭明珠的药方？父亲，是我抄袭了姐姐，您千万不要对姐姐动家法呀！不可能，我10岁参透顾家医术，天赋异禀，怎会抄袭他跟那些野郎中写的垃圾药方？明珠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嫉妒成性，当受家法！我没有，哥，父亲，这药方真的是我自己写的，是我熬了3个日夜，不眠不休写出来的。还敢狡辩！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女儿？明珠都知道维护你，为你顶罪，你呢，毫无担当。明珠才更像是我顾家嫡女，跪下，受家法。第一鞭，打你心胸狭隘，愚昧争宠。第二鞭，打你厚颜无耻，窃取药方，不择手段。没有，父亲，我真的没有偷药方，真的是我用了3天3夜写的，我没说谎。还在嘴硬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？第3鞭，打你满口谎言，死不悔改，把这个逆女跪在祠堂外3天3夜，好好思过。我没。大小姐，你熬了3天3夜，耗尽心力，已经琢磨出了药方。大小姐，咱们赶紧去写药方吧。等等，上一世我写完药方就去了母亲那儿，顾明珠是如何抄袭，更是如何在我之前将药方拿给父亲的。春桃这么急切，又是我的贴身丫头，难道……大小姐，轻点，我疼。姐姐在等什么？母亲病情紧急，
姐姐当尽快去写药方才是啊。我当然要写，取笔墨纸砚。我要现场来写这张药方。你要现场写药方？姐姐，你熬了那么久，现在心神皆疲，万一药方疏漏怎么办？还是回房歇息片刻，再写更为妥善。你是怕我在现场，你没得抄吧？事关母亲性命，我已早将药方推演，万无一失。父亲，母亲的病依照我的方子，必然药到病除。清月不是我养大的，品性果然差了些，在外面学了点土方子，就自以为是，口出狂言了。明珠，你可有良方？我真是可笑，我以为前世父亲是被蒙骗的，原来从一开始父亲就不信我。夫人，又可血了！父亲，母亲病情紧急，父亲快让我来写药方吧。清月，纵然华佗在世，也不敢说药到病除，你太自以为是了。为父给你颜面，你竟如此不知进退，连听听明珠的药方都等不得吗？父亲，清月是不是大言不惭？您看完药方便知。来人，上笔墨。顾明珠，这次你休想再抄袭我的药方。罢了，既然你如此执拗，你便写，写不出来治好你母亲的药方，家法处置。他可是药神命格，怎么可能写不出来？只是当众写又如何？顾清月，从你剁笔的那一刻，你的药方就会一字不差地出现我的纸上。请父亲大人过目。父亲，其实明珠早已写出治疗母亲的药方，请父亲大人过目。父亲，其实明珠早已写出治疗母亲的药方，请父亲大人过目。快让为父看看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啊，好啊。原来偏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，可惜我前世却毫无察觉。妙啊！为父学医几十载，竟没想到将雪莲精、凤凰衣这几种草药结合在一起。明珠，你是养女，但这医术天赋却远超我顾家嫡女10倍呀！血莲精、凤凰衣和我药方上的前2味药一模一样，可这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不可能抄袭我的药方，这2味药用不好就会成为毒药。父亲，我的药方！明珠已写出了医治母亲的神方，你的药方就没必要浪费时间了。此方我熬了3天3夜，乃是医治母亲的唯一之方。父亲，清月，你太自以为是了。为父不想当众拆穿你，你又何必非要让自己难堪呢？父亲，清月是不是自以为是？您看完药方便知。如此狂妄自大，不识好歹，无半点我顾家女儿的样子。罢了，既然你如此执拗，那为父就看上一眼。这药方，父亲看了便知。清月并未口出狂言，此药方定能治好母亲。此药方确实能救助你母亲。但你给为父解释解释，为何你的药方跟明珠的一模一样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又是一模一样！不可能，我当众写的，他怎么可能写出跟我一模一样的药方？顾清月，你医术不精，却嫉妒明珠，就做出抄袭剽窃之事，真是太令我失望了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顾明珠，我当众书写，你到底是如何抄袭的我的药方？告诉我！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模一样。姐姐，你抓的我错！放手！顾清月，你真是恶毒啊！如果不是明珠提前把药方给父亲过目，那你当众写出的药方就成了诬陷明珠的证据。为什么我从来一时，我当众写出，还是挡不住被抄袭的宿命？清月，你自小流落在外，为父不求你医术精湛，但你怎能道德崩坏，心胸狭隘，依仗嫡出身份欺负庶妹？
你太让为父失望了。嫡女又如何？比起她，我更希望明珠是我的亲妹妹。她如此德行低下，当受家法处置。清月，做出如此无耻之事，有辱顾家颜面，家法处置。这第一鞭，为父打你心胸狭隘，愚昧争宠。慢，父亲，就算那2张药方一模一样，但母亲五脏皆衰，前3日当先行虎狼之药攻，后3日要转阴阳顺五行调，否则必有大祸。这张药方只有攻，不知明珠妹妹可有调方？顾明珠，你料想不到吧？我只写了1半的方子。我，顾清月，你这个贱人，居然保留1半的方子！够了，顾清月，你一个无耻剽窃之人，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我看你是不想受家法，再狡辩吧！满口谎言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你哪怕有明珠100亿都好啊！为父真的是把你宠坏了。既然父兄皆认为我无耻抄袭，那何不再耐心等上3日？若母亲真能痊愈，我情愿受家法，自请逐出顾家。你冥顽不灵，为父就如你所愿，让你彻底清醒。来人，将这个逆女关进祠堂，3天3夜，不许给她一口饭一滴水。若是3天之后夫人无恙，就依她所言逐出顾家。请父亲大人过目。父亲，其实明珠早已写出治疗母亲的药方，请父亲大人过目。难道他是在等我写出药方？无论我在哪儿写出药方，他都能随时复刻到纸上。小姐，都1天了，老爷说只要你向2小姐认错道歉，就不用再受饥饿之苦了。道歉？他顾明珠也配？3天之后，谁是谁非，自会真相大白。看看，这就是你生的女儿，简直是卑劣无耻，无可救药。明珠救了你的命，过去2天了，她却连个道歉都不愿。父亲、母亲，不要怪姐姐，明珠抢了姐姐16年的宠爱，姐姐恨我是应该的。也许明珠应该离开这个家才对。明珠，你有什么错？是你救了为娘的命，让她再吃2天苦头。为娘到时亲自找她，为你主持公道。她敢不认错，我就狠狠地收拾她。3天，顾明珠，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复刻我的药方，但是这一次，我一定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彻底揭穿你的真面目。景明，母亲，3天了，您感觉身体怎么样了？自从服了明珠开的药方，为娘觉得这身子一日强过一日，今天更是神清气爽，腰腿有力，像是回到了年轻的时候。果然还是明珠的方子可靠，那就继续再服用几日，彻底养好身体。我就说顾清月心胸狭隘，无耻卑劣，那天就是不想受家法，才狡辩什么攻药调药，就是为了污蔑明珠。明珠受委屈了。毕竟不是我在身边养大的，在外面养了许多的坏习惯。景明，去把明珠请来，去祠堂。今天为娘要为明珠主持公道，明珠救了娘的命，今日我一定让清月向她磕头赔罪。是，母亲。顾清月，滚出来，滚出来！3日已到，别躲在里面不出声。你不是说什么3日不改药，必有大祸吗？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母亲如今身体康健，你的大祸呢？已经3天了吗？父亲母亲，你们看，我就说顾清月心胸狭隘，谎言连篇，现在真相摆在眼前，他怕被赶出顾家，一言都不敢发。撞门！今日日后，我必须好好管教清月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兄友弟恭，姐妹替亲，什么叫教养，什么叫规矩。母亲这下安心了吧？明珠那药方，您就放心大胆的一直吃下去。给我撞门！什么？母亲还在服用顾明珠的公药？
清月，3天已过，你还不向明珠跪地道歉，滚出顾家！今日你们又给母亲服用那张药方的药了，后悔了，晚了。说什么前3天用攻，后3天用调，否则必有大祸。你说的大祸呢？母亲今天用了药之后，面色红润，身体康健，这都是明珠的功劳。是母亲吉人天相，明珠不敢居功。顾清月，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们是要害死母亲吗？混账！你母亲如今病体康健，气血旺盛，你是不是觉得整个顾家就你懂医术，其他人都是傻子？不听你的话，整个顾家都得死！你们不懂，我那张药方犹如下山猛虎，一鼓作气，重新激发母亲衰竭的五脏之气，可再二衰，三而竭。3日之后，五脏之气尽数激发。现在母亲的身体五脏充盈，而筋脉孱弱，必须用调增强筋脉，以承受五脏充盈的气血。可你们继续服用攻药，那就是再下一只猛虎，二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五脏平衡被破，强大的气血会冲破全身筋脉血管，生死一线之间。够了，清月，你太让为娘失望了。做错事不可怕，走错路也不可怕，明知是错却变本加厉，不知悔改才可怕。母亲，不要再说了，快躺下。父亲，快为我准备一套金针，快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别演了，顾清月，你是要气死我吗？你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胸狭隘、满口谎言的？本以为管你3天3夜你能知错，没想到你是无可救药，毫无悔过之心。父亲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快去拿金针，再晚母亲会死的。姐姐，你若是不喜欢我在顾家，我走便是了。母亲现在精神旺盛，病灶已去，你怎么能诅咒母亲会死呢？给我住口！你跪下！我身体有没有病，我自己还不知道吗？明珠是娘的救命恩人，如果你还认我这个母亲，就立刻跪下向明珠磕头谢罪。母亲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清月说的都是真的？父亲，母亲服了明珠的药，3日内脸色越发红润，气血越加充足，这是母亲亲口承认的。母亲大病初愈，姐姐不该多次忤逆母亲，让母亲怒急攻心，注意逆友。顾清月当众忤逆母亲，弃她吐血，真是畜生不如！闭嘴！想要救母亲，赶紧把金针拿来。姐姐，你气得母亲吐血晕倒，哥哥作为你的兄长，不过是说你2句，你怎么能打哥哥呢？我是顾家嫡子，从小到大从未有人动我1分1毫，你竟然打我！今天我定要教训你这个混账！顾清月，你疯了！放下，把单子放下！都闭嘴！现在马上给我把金针拿来！拿金针，快拿金针！清月，你赶紧放了景明！顾景明，谁敢拦我救母亲，我就对谁不客气。都怪我，那日我就该承认抄袭之人是我，离开顾家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母亲。明珠，如果说你错了，那就是错在太单纯善良了，是顾青瑜故意忤逆母亲，气得母亲怒火攻心，他好趁机诬陷你，让你替他顶罪。我已稳住了母亲命脉，母亲到底是怒气攻心，还是气血充脉？父亲您诊脉便知。脉象虚弱，气血逆行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你的药方没事吗？明珠，你不是说你的药方可以继续吃吗？明珠，为何你母亲真的如清月所说，是气血充脉？明珠的药方自然没事，但偏偏遇上姐姐忤逆母亲，母亲受了气，打破了体内五脏平衡，才会气血充脉。罢了，只要母亲得救，就当是明珠的错吧。父亲，明珠大罪，自请逐出顾家。爹，明明一切都是顾清月算计，你不能让明珠受过啊！父亲，
是非对错，您是真的看不清，还是不愿意去看清呢？够了！现在不是分清谁对谁错的问题，眼下最大的问题是救你母亲。母亲心脉是保住了，但怎么救？你们谁能告诉我？哥，逆女，真是厚颜无耻，心胸狭隘！陛下，清月罪犯欺君，我顾家决定将他逐出族谱，恳请陛下将他严惩，以示惩戒，千万不要影响到明珠的册封啊！说错一点，他们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。顾明珠的罪孽就摆在眼前，他们也不愿意去相信。之前的事，谁都不要再提。把夫人送回房间，你二人各写一份调养药方给我。是。慢！这次我要他当众同我一同书写，一炷香内完成，相背而坐。大庭广众，众目睽睽，再无可能抄袭。好，顾清月，无论你怎么做，都逃不出我的手心。相灭之前，我一字不写。顾明珠，我看你怎么做。香已点燃，他们为何迟迟不写？对呀，明知顾夫人病情紧急，若有药方，为何还不动笔？顾清月，你现在不写，想等到香江燃尽，再快速写完，好避开我，没用。就算你再努力防着我，也没用。顾清月，各位顾家族老受邀前来是看你写药方的，你在做什么？如此装腔作势，戏耍众人，根本就没把各位族老放在眼里。兄长，我在思索药方，你要是觉得你能立即想出来，那你来写。你写不了就闭嘴，再打断我的心绪，我写不出药方，可就怪你了。香已燃烧过半，顾清月，我倒要看看你跟土郎中学的那点上不了台面的医术，到底能写出来什么样的药方。顾明珠，香已经燃烧过半，我不急，你又忍到什么时候？顾清月，我有药神系统，我的耐心只需比你多一点。就算你现在不动笔，但你总有忍不住动笔的时候。香马上就要燃尽了，他们迟迟不写，难道是都没想出药方？忍不住了是吗？他俩终开始写了，还好都想出了药方。姐姐，终究还是你忍不住了。父亲，我写完了，请您过目。哈哈哈，明珠，你果然不负众望。是啊，明珠可是我们整个顾氏医馆未来的掌舵人，是我们顾家的骄傲。他写不出药方，那就无人能写出来。父亲，各位族老们过奖了，我只是比姐姐快了一点点而已。姐姐，这次咱们在这众目睽睽之下背对背当众书写，你总不会再说我抄袭你的了吧？当然不会，母亲教我规矩，要姐妹替亲，那这次就妹妹先呈上去吧。是吗？那我提前谢过姐姐了。来人，把二姑娘的药方给各位族老。各位，千万不要被明珠的医术仙方惊掉了下巴。族老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刚刚的药方写的不好，我要重写。姐姐，香炉燃尽，时间已过，你就算药方卓绝，也不能再与争夺我顾家的。我写药方只是要救母亲的病罢了。至于这顾氏医馆，你喜欢，你继承便是，前提是你也得有那个能力。难道药方又有问题？不会的，他不敢，也不会拿母亲的命开玩笑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各位族老，是不是被明珠的天才药方给震惊了？老夫早就给你们说过，明珠她乃天选药神，写出神方，不足为奇。震惊！我想等你看了明珠的药方，只会比我们更震惊。钓鱼要到岛上钓，不到岛上钓不到。板凳宽，扁担长，扁担想绑在板凳上，板凳说绑吧。顾明珠，你写的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果然没错，只要是我写的药方，都会复刻到他的纸上。这段饶舌让你原形毕露了吧？明珠，
告诉为父，你写的这是什么？你是在戏弄为父和各位族老吗？我没有。钓鱼要到岛上钓，板凳宽，扁担长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。绝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是我的，不是的。顾明珠，这药方可是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亲自所写，亲手上交，不是你的，还能是谁的？父亲，如此荒唐的药方，怎么可能是明珠所写？可这药方确实是明珠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众写出，呈上来给我们的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是系统出了问题，还是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，这次故意防着我，设计让我难堪？说，为什么药方变成了饶舌？父亲，以明珠的医术，随便写出个药方，也不至于拿顺口溜去玩弄你，这其中必有隐情。明珠，你别害怕，大胆的把事实说出来。隐情？说出来，为父一定替你做主。隐情，做主。第一鞭，打你心胸狭隘，愚昧争宠。第二鞭，打你厚颜无耻，窃取药方，不择手段。还在嘴硬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？第三鞭，打你满口谎言，死不悔改。父亲，兄长，我是姐姐为了继承顾家医馆，逼迫。明珠，急火攻心，气虚微弱。父亲，明珠晕倒之前都在说姐姐逼迫，一定是顾清月这个贱人逼迫明珠这么做的。当真是你逼迫的明珠？一定是他。可怜明珠，这些天救治母亲研制药方，身心疲惫，还要被他威逼。清月，你究竟有没有逼迫你妹？重要吗？重要吗？顾氏医馆要的是品行高洁、医术高超的继承人，才能不坠我顾氏的名头。一个嫉贤怒能、蛇蝎心肠之人，怎能成为顾家之主？我没有，你会信吗？我父亲，人心中的成见是座大山，在父兄的眼里，我就是心胸狭隘、蛇蝎心肠。无论我怎么说、怎么做，你们都不会信我。哪怕我把心挖出来，你们都会觉得那是一颗黑心，是我用了手段将它染红。你3年前，我回顾家，父亲说要补偿我丢失16年的疼爱，可还记得？记得。为父难道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好，这3年，父亲补偿了我一共64个耳光，补偿我27个日夜跪在祠堂外悔过，7日数九寒冬风雪夜，7日秋寒夜雨天，剩下的13天哪次不是酷暑登头？我早就被父亲大人的补偿晒干了气，去冻透了心。为父，那是望女成风，怕你野性难驯，走错了路啊！这是治疗母亲的调养药方，此后的路清月想自己走，就不劳父亲大人操心了，就当清月从未回来过一般。清月，你要离开顾家？没错。既然你们那么喜欢给顾明珠当爹当兄长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让她做顾家唯一的亲女儿。你这是在责怪我们，跟我们赌气吗？你以为我们想对你如此吗？还不是因为你做了太多错事，逼得我们只能这么对你。清月言尽于此，以后你们就当从来没有生过我，我也当从来没有你们这样的家人。顾清月，这顾家你不要，我要，你赶紧走，千万别回来。老爷，城内瘟疫爆发，皇上下发命令，让所有医馆必须派去1人想出救治药方，若救不好瘟疫，当场杀头谢罪。治不好瘟疫，当场杀头谢罪，看医院都束手无策，我哪有治好瘟疫的药方？此次前去必是送死，我不能去，景明更不能去。清月，你不能走，拦住他！让开！清月，你刚刚没听到吗？皇上下发命令，让所有医馆必须派去1人想出救助药方。我也不是顾家人，这一切跟我都没有任何关系。可你身上流着顾家的血。清月，诏书上写了，若能治好瘟疫，女者册封公主，男者册封亲王。你不是想要证明自己吗？那为父就给你机会。册封公主，我若是能借助顾清月的医术治好瘟疫，再利用系统抢走功劳，那这公主之位必定是我的。如此机会，我定要好好把握。姐姐，你不要走，都是妹妹的错，妹妹给你道歉。姐姐，抄袭之事也许是我们凑巧撞了方子，但此事已经过去，不管如何都算是妹妹的错，妹
妹妹给你道歉，你就不要再父亲离开了。为父这些年确实忽视了你，让你受了委屈。这次前去皇宫书写药方，为顾家扬名立万的机会就给你了。姐姐，你不用怕孤单，我会跟你一块儿去，给顾家争脸面。你不能去！你们不是觉得他医术比我厉害吗？他就是不能去。你无需多问，这是父亲给你的机会，你别不识好歹。给我机会，在你们眼里我一点医术都没有，可你们不让顾明珠去，反倒拼命劝我过去，原来是合伙打算让我替顾家送死。我本打算放下前世恩怨，但你们却如此算计我。好，那我奉陪到底，跟你们把前世的债好好算一算。为了顾家，你这次必须去，你不去，整个顾家都有可能出事。你不是一直想要证明自己吗？这次倘若你真的治好瘟疫，你就是顾家未来的继承人。好，我去。顾明珠必须跟我一起去。顾清月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不会让明珠跟你一起去的。兄长，父亲，我手里有治疗瘟疫的药方，我想趁着这次机会为顾家争光，你们就让我跟着姐姐一起去吧。明珠，你居然有了治疗瘟疫的药方！是，顾清月心系天下，医者仁心，定会写出药方。到那时，明珠要是能治好瘟疫，就能被册封公主；要是治不好瘟疫，就让顾清月出来顶罪，替顾家送死。好，那你们两个就一起前去，替我们顾家争光立威，扬名立万。此次前去，我必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明天就要去皇宫治疗瘟疫了，上一世我没有防备，被你偷走了我的药方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。谁？师姐，是我。凌风，是师父让你来的。没错，瘟疫爆发，师父让你代表天一阁出山救人，前往铃兰大邑，彻底解决瘟疫灾情。这是天一令，所有天一阁弟子全都听你调配。罢了，山下既然是你的因果，为师就不再阻拦你了。你要记住，要是在外受了委屈，随时回天一阁接任第56代阁主，把天一阁好好发扬光大。师父明知治疗瘟疫我一人尚可，还把天一令给我，还是心有不甘，想试探一下我是否愿意当天一阁的阁主，对吗？师姐，还是您最了解师父。天一令我收下了，你回去告诉师父，等我治好这场瘟疫，我马上回去，听从师父安排，接任天一阁第56代阁主。师姐，我现在就回去禀报师父，等你治好瘟疫归来，我们天一阁所有弟子亲自接你回阁。师父，上一世我不顾一切回来找亲人，最后却被顾家亲人害死，真的对不起你。这一世我重生了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害过我的人付出代价。草民拜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明神，近日大周爆发罕见瘟疫，民间灾情严重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朕特此昭告天下寻访良医，希望各位能人及士不要辜负朕的期许。铃兰大议开始。此次药方关乎自身性命，顾清月，此次药方不写就是死，但只要你写，那这药方公主的册封就都是我的。这么急着偷看，那就让你看个够。顾清月，开始写了吗？这么着急立功吗？只可惜这功劳……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又不写了？难道他没有想出药方？10位医者交出药方，都是太医院曾经试验过的，不用试药，一看便知毫无效果。其他医者呢？赶紧写出药方！若治不好瘟疫，朕要你们一同陪葬！明珠怎么迟迟不动手写？难道他根本没有备好药方？不可能，明珠主动要来参加铃兰大议，他肯定早就备好药方了。要是只牺牲清月一人，我根本不会同意让明珠也白白牺牲。大家都知道我医术很好，我不可能没有治瘟疫的药方，就算我现在不动笔，等下也必须写出来。我倒要看看，为了防着我，你会不会连自己性命都不顾？清月，你个贱人，为何还不写？难道你为了不让我抄袭，要拉我一起死？顾明珠，你不是有耐心吗？这一次我倒要看看，你到底能忍到什么时候？不行，全都不行，这些都是太医院试过的旧药方。皇上，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能治疗瘟疫的有效药方。不是还有2名医者没有交方吗？他们的药方在哪儿？如果
他们两人交出的药方还是治不了瘟疫，你们这群无用之人全部拉出去斩首谢罪！明珠到现在还没写出药方，父亲你快想想办法。顾清月死了无所谓，但明珠绝对不能出事。这次定要开始写了，顾清月，就算你想拉着我一起死，可还有10几条人命等着救治。医者仁心，你不会不管的。明珠这是要开始写了，我就知道明珠定不会拿性命开玩笑，肯定早已想出药方。两位医者，药方写好了吗？顾清月，刀都要架到脖子了，你还不写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顾明珠，你还不急？好，你最好忍到最后。顾清月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位医者，药方要是写好了，就速速上交。上交，不能上交！你一张白卷只字未写，你不能上交！我就要交白卷，你慌什么？我就要交白卷，你慌什么？顾明珠，你不是能忍吗？怎么不忍了？你死不要紧，我不能给你陪葬。这张白卷你不能交。你不想死，自己写出治好瘟疫的药方即可，为何要说给我陪葬？这药方我非交不可。顾清月，你不能交！大殿之上，其容喧哗。这位医者，你什么意思？凭什么说他的药方不能交？他药方写完没？你怎么会清楚？你自己到现在都不肯动笔写，不肯交药方，故意拖这么久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顾清月本就是顾家拿来牺牲的，明珠为何要管他的死活，迟迟不写药方啊？我只是好心提醒，药方没写完就交，那可是欺君。我实在不忍看他迁怒圣上。谁说我药方写完了？谁说我要上交了？李太医，清月只是想请求更换一张纸，这张纸似有油渍，墨迹晕染不开。原来他没写。顾清月，你个贱人，你竟敢耍我，让我在这大殿之上出丑。确实有问题，这是新的纸张，时间紧急，你们切勿耽误时间，速速写下药方。是。顾明珠，你不是能忍吗？刚刚为何如此沉不住气？顾清月，今天这场大疫你必须动笔写药方，只要你落笔，你的药方就是我的，你逃不掉的，也得意不了多久了。天下数名瘟疫患者，10多名医者性命都在我手中，我本就没想过要逃，这药方我必定要写。顾明珠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既然你要还上一世欠我的债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他开始写了。此事关于那么多性命，顾清月，我就知道你定会写出药方，只可惜这药方也只是为我做嫁衣。顾明珠，看到此药方，这下你可安心了吧？只是你却不知，这药方朱雀血2两，无根水3滴，百年老参续5钱，以青瓷研药如物，文火3沸，忌铁器。你不是的，小女突然想到了药方，激动万分，一时没控制住自己，竟然念了出来，实在是该死。药方用药新奇大胆，但又有理有据，大有可能是良方。来人，按照此方前去试药。明珠写出治疗瘟疫的药方了，果然不负众望。试药，赶紧试药！若是你能治好瘟疫，那朕就立即册封你为公主。明珠写出药方，册封公主，那我就是公主的兄长。父亲，我顾家要跟着明珠跻身皇室了。姐姐，我看你已停笔，你的药方是不是也写出来了？妹妹也帮你一并交了吧。顾清月，一旦公布你的药方跟我刚刚念的一模一样，我就能趁机诬陷你抄袭，在这大殿之上借用瘟疫之事抄袭，那可是欺君的大罪。白纸，顾清月，你怎么又交上来一张白纸？白纸？怎会？这张纸上明明应该写着我刚刚念出的药方，绝不可能是一张白纸。顾清月，你为何再次上交一张白纸？难道这次纸张也有问题吗？这次纸张没有问题，只是在顾明珠读出她的药方之后，我忽然发现我的药方有很大问题，所以我就撕了刚刚写的药方，准备拿出一张白纸重新书写。什么？你要重写？顾明珠，是我小瞧了你的医术，你竟然跟我想到了一样的药方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朱雀血用青瓷研药，可是会变成毒药的。你说什么？毒药？可惜你已经交了药方，没有机会再修改了。顾清月，病情紧急，你切勿再生事端，有药方速速写下。是，清月必定写出良方，救治天下苍生。装腔作势，心中无方，还要重写，
不知又在作何算盘？难不成又在抄袭明珠？明珠已写出药方，若是因为他影响册封，我必将他舍弃，不会让他连累明珠。此次必定要写出真正的药方了。顾清月，还好我早已防备，你只是认为我与你想出一样的药方，殊不知我抄袭你一直都是因为有药神系统。系统，我要复刻顾清月的药方。收到，复刻已完成。顾清月在我上交之后又重新再写，哼，自作聪明。就算你做的再多，你真正的救病药方、公主的册封，最终都是我。李太医，药方已写好，清月有把握，这次定能治好瘟疫。他要上交了，这次应该是真正的药方了。又是这般无知，说出如此狂妄大话，万一治不好，可是欺君大罪，顾家定会受他牵连。他就是嫉妒明珠，写出药方，故意欺君，连累顾家，影响明珠册封，真是可恶！朕就喜欢你这般自信的医者，但愿如你所说，能治好瘟疫，救下朕的子民。李太医，赶紧打开看看。臣遵旨。皇上，民女该死，民女刚刚交的那副药方有问题。顾明珠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善罢甘休。有何问题？老臣看药物并没有任何问题啊。药物确实没有问题，但若是用青瓷研药，就会变成毒药。明珠糊涂，现在才反应过来，实在该死。有问题不用便可。李太医，赶紧去试试顾清月的药方。且慢，皇上，除了刚刚那副药方，其实明珠早就家中写好另外一副药方，只因有80%把握，明珠尚未拿出，还请皇上再给民女一次机会。瘟疫肆虐，哪怕只有1成把握也要试。你既有药方，理应早点拿出。李太医，2张药方都打开看看，一同试药。是。顾清月，把你的药方给我吧。顾明珠，你以为你留了一手就能成功抄袭我的药方了？只可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这次我就让你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这2张药方如何？可是良药。这药方怎会？李太医，朕问你到底是不是良方？竟然怎么样？你在吞吞吐吐，朕割了你的舌头！回皇上，顾明珠和顾清月的药方竟然一模一样。什么？一模一样？顾清月，你可是当着众人的面当即写出，而我告知他们是在家中提前备好，我绝无抄袭可能，所以这抄袭欺君者只能是你。一模一样，又是一模一样。姐姐，你竟然再次抄袭我的药方！皇上，是草民管教不严，顾清月竟然在这大殿之上借助国之重视，再次抄袭明珠，犯下欺君之罪，真是该死！顾家已决定将他逐出家门，还请皇上切勿牵连明珠，牵连顾家呀！不是你要把我逐出家门，是我要与你顾家断绝关系。你怕我牵连你们，我还怕顾明珠欺君罪定，牵连于我。皇上，民女有证据，能够证明这抄袭之人是顾明珠。皇上，民女有证据，能够证明这抄袭之人是顾明珠。证据？顾清月，我问你，这药方是不是你现场所写？是。众目睽睽，明珠一直站在李太医身边，身边连笔墨都没有，如何抄袭？定是明珠在家中写好的时候，你设法偷看，趁此大意现场抄写，做出欺君之事。顾清月抄袭欺君，请皇上定罪，为我顾家清除毒瘤。抄袭药方，为我们医者抹黑，实在可耻。顾清月，
承认你的罪行，还明珠大夫一个公道。姐姐，你偷偷记下我的备服药方，可你没想到我的新药方失败了，我只能拿出了这个药方，却不曾想也因此拆穿了你。我真不是故意让你惹下欺君之罪的。顾明珠，你故事编得再好也没用，到底谁是抄袭者，我自会向大家证明。在这大殿之上，我从未书写半字，你如何挣扎了？承认你抄袭，待我治好瘟疫，我定尽力向皇上求情，免你死罪。顾清月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肯承认你抄袭欺君吗？我当然不会承认。顾明君，你看好了，你说这是你的药方，那你告诉大家，这每一种药到底代表着什么？地骷髅、血见愁、无影草、阴阳水，这是药方吗？为何我看都看不懂？这是药方吗？为何我看都看不懂？此药方没有一味药力，全是代词。若是你所写，那你告诉我，这些代词代表的都是什么药？什么地骷髅、阴阳水，这都是什么？我听都未曾听过，怎么可能说出名字？用代词书写药方已失传许久，老夫学医几十年，也只知道几个。若你们谁能将真正的药说出来，那必定能证明自己。没想到顾清月，你还留了一手。为了防止我抄袭，你竟然用代词写药方，你个贱人！顾明珠，你为何迟迟不说？该不会是你不知道这药方隐藏的药到底是什么吧？明珠大夫自己的写的药方，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顾清月，如果这就是你的证据，那实属是自取羞辱。明珠，此事关乎你的册封以及顾家未来，你无需顾忌其他，赶紧把这次代词代表的药说出来。我太想说出来了，可是我不知道啊。明珠，你自己写的药方，要是让顾清月抢了功劳，你甘心吗？赶紧说啊！顾明珠，你不是说这药方是你写的吗？事态紧急，赶紧把这药方说出来。顾明珠，你说不说？你要是再不说，那我可就说了。一旦我说出来，那你就是抄袭者。顾清月，你够了！明珠一直念及姐妹情谊，不想让你难堪，才迟迟不说，却步步紧逼，不识好歹。父亲，顾家对我有恩，清月是您的亲女儿，我一旦说出来，坐实她抄袭的罪名，我怎能对得起您和母亲啊？没错，顾清月确实是我的女儿，但是她德行体下，不配做我顾家子女。你切勿再管其他，赶紧说出真正的药方。顾明珠，你的好父亲、好兄长可都急了，你再不说，别说公主的册封，就是顾家，你也回不去了。你个逆女，给我闭嘴！还想打我？以前我是你女儿的时候，还没打够吗？如今我已不再是你的女儿，你休想再碰我一下！你不是顾清月，顾清月不会这么忤逆父亲的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当然是顾清月，只是不会再顾及这血脉之情。以后我只是顾清月，与你们顾家再无半点关系。你明珠，你赶紧说出药方！顾清月不想留在顾家，那我就把她赶出家门，让你做我顾家唯一的女儿。顾明珠，顾大山已经与我断绝关系，把宝都压在你身上了，你可要赶紧说出真正的药方，切勿让他失望了。顾明珠，顾大山已经与我断绝关系，把宝都压在你身上，你可要赶紧说出真正的药方，切勿让他失望了。皇上，顾清月已与顾家脱离关系，倘若他欺君罪名成立，还请您不要牵连顾家，更不要影响明珠。顾清月既与顾家脱离关系，若欺君之罪属实，朕定会重判，与顾家毫无关系。谢皇上！明珠，皇上都已为你撑腰，你就赶紧把真正的药方说出来，速速拿去试药，为皇上解忧啊！明珠，你终于成为我名正言顺的妹妹了，还是唯一的那一个，我真高兴。眼下你不要再顾忌其他，赶紧把药方说出来，让顾清月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怎么办？逃脱不掉了，这药方到底是什么？顾明珠，你要是再不说，那我
清月要是说出来，抄袭的罪名就算我能糊弄过去，可这公主的册封肯定是顾清月的，那我以后哪还有出头之日？我已经为了你，把顾清月赶出了家门。你现在代表的可是顾家，刀要是被顾清月抢走了，我饶不了你。对了，我还有系统。顾清月，她并不知我有系统。顾清月，我处处让你，可你却如此不识好歹。你对我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皇上，单是民女一人念出，不能定顾清月抄袭的罪。倘若顾清月想自证，那就跟民女一同写下真正的药方。若顾清月写不出来，那她顾清月就是欺君。顾清月，你写出来，那我就随便写出几种药糊弄过去，坐实你抄袭的罪名，再想办法掏出真正的药方。无论如何，这抄袭欺君的罪你背定了。明珠姑娘，这药方代表的药，你之前给顾清月透露过吗？我从未给她说过，所以我断言她肯定写不出来。顾明珠，我自己的药方，我怎么可能写不出来？故意上前问，自己念不出来，非要让我陪你一起写出来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顾清月，你把抄袭的脏水泼在明珠身上，明珠自然要找机会洗浴污蔑。怎么，你怕了？顾清月，你说这是你的药方，那就证明给我看，随我一起当众写出来。写不出来，那你就是抄袭者。顾清月，你连我的药神系统都不知道，怎么跟我斗？好，既然你想自掘坟墓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顾明珠又想拿你的药神系统来诬陷我，好，那我就再利用你的药神系统给你致命一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同写下此事。这一次定要真相大白。两位入座，速速写来。顾明珠，这可是你让我写的，你可别后悔。顾清月，这一次是你证明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可一定要好好写。顾明珠，你想借助药神系统让我写出来，你好再次抄袭。好，那我最后再让你抄一次，只是这次萝卜老根晒干后形似骷髅头，所以第一副药才叫地骷髅。没错，这是对的。这次顾清月没有乱写，这次的药方一定是对的。阴阳水，阴阳水还没写呢，他怎么就停笔了？我写好了，顾明珠，你呢？写好了吗？我也写好了。既然都写好了，那你要上交吗？难道他想趁着我交上之后再坐下重新改？你呢？你要交吗？我写好了，当然要交了。怎么？那要不我先交？他要是先交，那就变成我的药方跟他的一模一样了。等下，既然你我都写好了，那就一起交。好啊，一起交。他真要交，可是这阴阳水到底是什么？他还没写啊。顾明珠，你想什么呢？到底交还是不交？既然他不写，估计就是没用。你可想好了，一旦交了之后，不能再随意添加任何药材。当然，一字不加。你到底交还是不交？交。你们两个的药方怎么又是一模一样？你们两个的药方怎么又是一模一样？顾清月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真正的药方的？难道你在我身边安插了人监督我？怪不得你几次三番的都能成功的抄袭明珠的药方，原来你早就在明珠身边安插了线人，原来你早就开始算计明珠的药方了。顾清月，你抄袭明珠，竟还有脸与民一同写出，幸亏你已经被逐出顾家，你这种人留在顾家只会给顾家抹黑。顾清月，我对你那么好，你却处处算计我，抄袭我的药方，却还敢与我一起写出，难道你就那么笃定我会让着你吗？我告诉你，此事事关顾家颜面，这药方是我写出的，我定要让你受到惩罚。怎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明知抄袭还敢当众写出来？当着皇上的面如此戏弄大家，
真是可恨。皇上，草民请求严惩顾清月这种抄袭药方之人，为我医学界清除毒瘤。草民附议，严惩顾清月。顾清月，有这么多人站在我这边，你这次必死无疑。够了，来人！顾清月多次欺君，拉出去斩首。且慢，李太医，难道你没有发现这副药方并未阴阳水对应的药材吗？老夫自然发现，但你已知药方上交便不能添加，老夫就认定你的药方里并不需要这阴阳水。没错，刚刚上交药方之前一再强调不能再次添加，可你现在告诉李太医说你阴阳水没洗，你这不是摆明了戏耍众人吗？此大义是治疗瘟疫，可你却拿民众的生命一次次的戏耍众人，此罪必须重罚。皇上，顾清月在这大殿之上欺君欺民，轻蔑国之重视，草民认为此等毒瘤不能留，草民请求皇上将顾清月斩首示众，为我顾家保留颜面。没错，如此可恶之人，哪怕已被逐出我顾家，但他身上流的血就是对顾家的侮辱。皇上，请将顾清月斩首示众。顾清月朕的子民，如今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可你却拿如此紧要的事情多次戏耍众人。来人，把顾清月拉下去，立即斩首。皇上，您的子民只有我能救，把我斩首，您必会后悔。顾清月，给我住口！皇上，他在胡说，你万万不能轻信啊！皇上，顾清月自小流散在外，跟土郎中学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医术，根本就没有治疗瘟疫的药方，他一直都在欺君。皇上，都给朕闭嘴！顾清月，你说只有你能救朕的子民，那你告诉朕，你到底要如何救？皇上，民女不是故意不写阴阳水代表的药物，只是这阴阳水必须得我亲自调制。需医者亲自调制的药是不用写在药方上的，但救您子民的关键就是这阴阳水。什么？这阴阳水竟然要亲自调制？这几副药如果没有阴阳水，相当于毒药。顾明珠，这不是你的药方吗？你不是不知道。我当然知道。难道顾明珠，你在药方上没有写阴阳水，也是因为要亲自调制？没错，顾清月，没想到你竟然连这个也抄了过去，真是卑鄙！又是抄袭，顾清月，你到底还抄了顾明珠多少东西？一并展现，让大家看看你到底有多可耻！说，我放心，大家都站在你这边。顾清月，那种卑鄙无耻的抄袭者，今天必须受到惩罚。恐怕今天受到惩罚的人是顾明珠。你抄袭我的药方，我没有抓住你的把柄，我认了。但是这阴阳水必须是我亲自调制，除了我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。这一次，我定要靠这个证明你顾明珠才是抄袭者。不管谁是抄袭者，既然你们都说这个阴阳水是治疗瘟疫的关键，那就赶紧去调。谁要是能救朕的子民，那朕就信谁。是，清月若治不好瘟疫，甘愿受死。明珠定当竭尽全力，如今只能硬着头皮自己调试。万一调试对了，那我今天定让顾清月死在这大殿之上。民女还有一个请求，为自证清白，民女请求调制好汤药，当众试药。朕勇了，倘若治不好，朕也会当众定你的罪。那两位就随老医前去调制吧。阴阳水，该不会是晚上的夜露和白天的晨露吧？我猜对了是吗？没想到吧，你费尽心思想要防着我，还是被我猜到了。顾清月，这抄袭的罪名，你被定了。顾明珠，你就得意吧，只有把你捧上云霄，才能让你摔得粉身碎骨。皇上，顾明珠的药已经调试好了，是否现在是？把病人带上来。宣顾明珠进殿试药。顾明珠，药既然已经调好，那就赶紧给患者喝下，试下此药是否管用。是。此药为毒药，万万不能喝，喝了可是会死人的。此药为毒药，万万不能喝，喝了可是会死人的。毒药？明珠姑娘端上来的，怎会是毒药？顾清月，我看你就是看明珠大夫马上要成功了，你又想诬陷他，阻止他试药。顾清月，
病人就在你面前奄奄一息，你为了一己私欲，多次阻止明英珠大夫救人，你医者之心何在？顾清月，朕给了你机会，跟顾明珠一同熬药救治，可你却再次诬陷阻拦他试药，救治朕的子民，你到底何意？皇上，难道你要看到你的子民在这大殿之上，因为顾明珠的药当场毙命吗？顾清月，给我住口！你凭什么说明珠的药是毒药？你有何依据？我当然有依据。皇上，其他医者的药，患者喝了就算不会痊愈，但不至于当场身亡。但顾明珠这药，喝了必定当场致命。顾清月，你诬陷我抄袭不成，如今又想诬陷我下毒，为了打压我，不惜弃这天下苍生不顾，你还配当医者吗？不配当医者的是你，顾明珠。我问你，这阴阳水，你是不是用的晚上的夜露和白天的晨露？没错，我用的就是这个。顾清月，你竟然连阴阳水是如何调制的都知道，你告诉我你是如何知道的，如何抄袭的？晚上的夜露，白天的晨露，再加上萝卜老根是断魂药引，无论加上其他的任何药，都是一副剧毒无比的毒药。我怎么会傻到去抄袭一副毒药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以你的医术水平，你应该不知道这几味药放到一起是毒药吧？这几味药放在一起，确实未曾听说过。难道真的如顾清月所说，一起熬制是毒药？绝不可能！明珠既然知道将这副药合在一起，那怎会不知道这副药的功效？肯定是顾清月他再次诬陷，你们不要被顾清月带偏了。顾清月，你少在这装神医！这药在明珠之前从未有人用过，是不是毒药？难道明珠会不知道吗？刚刚我说出晨露和夜露的时候，顾清月的反应明明是我猜中了，他现在又为何？难道是故意混淆我？不行，我定不能轻信他。既然你说我调制的是毒药，那你呢？你又是用什么调制的？他能用什么调制？我看八成还是抄袭明珠的。顾景明，之前我怎么没发现你如此愚蠢？我都说了他调制的是毒药，我怎么还会抄袭他？顾清月，那就公开你是如何调制的，让在座的医者也都听听。顾明珠，你自作聪明，说这阴阳水是晨露和夜露，其实哪有那么复杂？我这阴阳水其实就是一半热水，一半冷水。什么？怎会如此简单？什么？怎会如此简单？一半热水，一半冷水，你何须还要自己调制？该不会是偷了明珠的调制方法，为了掩盖自己的抄袭行为，故意这样说的吧？没错，肯定是顾清月为了洗清抄袭罪名，故意编造的。实际上，他用的就是晨露和夜露。这汤药没有被患者试喝之前，我不能相信他。温水煮药再常规不过，非要自己调制，我看就是在故弄玄虚，掩盖抄袭罪名。没错，说不定他手里调制好的药跟明珠的一模一样。顾清月，你一次次的抄袭我的药方，还贼捉贼诬陷我抄袭，当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。抄袭欺君，顾清月，朕给了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却还在这戏耍众人，当真该死！来人！皇上，清月敢用性命保证，只要病人喝了我的药，定能痊愈；而喝了顾明珠的药，并会当场死亡。你们若是不信，可以当场试验。只是顾明珠的药实属毒药，切不可用人试验。顾清月，明珠大夫调制的是治疗瘟疫的药，自然是要给瘟疫的患者服下，不用瘟疫患者试药，那有什么？你这要求实在是太过无理。我说过了，他的药就是一味毒药，只需用动物证明便知，否则定会白白牺牲一人性命。此事简单，顾清月，既然你如此笃定，那就你先试药。倘若你真的治好了患者，那朕就信你。不能让顾清月先试药，否则他一旦治好，那之前所做的一切就前功尽弃了。皇上，请让明珠先试药吧。皇上，请让明珠先试药吧。皇上，不能让顾清月先试药，万一他用的药方是抄袭明珠的，那到底是谁治好了瘟疫，就说不清了。你就那么确定？顾清月他的汤药有可能是抄袭你的药方制作的？顾清月抄袭了明珠那么多次，这一次明珠不得不防啊。是啊，这药方都一模一样了。那后续调制的阴阳水，也许是顾清月故意编造的，跟明珠大夫的不一样，以此来蒙骗大家。所以他故意诬陷明珠的药是毒药，引导皇上让他先试药，就是为了抢明珠的功劳。顾清月，你可真会算计啊！顾清月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连朕也算计进去！清月不敢，
清月的药与顾明珠的绝对不一样，谁先谁后，清月并不在乎。只是医者仁心，我明明知道顾明珠药里有毒，实在是不忍看着有人白白牺牲性命。医者仁心，从你嘴里说出，就是对这4个字的侮辱。你明明就是做贼心虚，不想让明珠姑娘先试罢了。他药里有毒，只要喝下1口便治。皇上若是不信，可以随便先找来一个动物试一下便治，切不可白白牺牲一条人命。顾清月，你够了！你不是说明珠的药是毒药吗？好，为了证明明珠的药不是毒药，我愿意亲自试药。我愿意亲自试药。为了顾明珠，你连命都不要了？怎么可能不要命？只是我知道明珠的药是良药，我喝了必会没事。顾清月，你想借助明珠的药方获得册封陷害明珠，绝不可能！定会替明珠揭穿你的罪行，让你万劫不复。兄长，谢谢你支持我。明珠，你放心，我定不会让顾清月把这脏水泼到你身上。兄长定会帮你证明，你的药是治疗瘟疫的神药，你值得被册封。念在血脉之情，我劝你不要喝，否则你必死无疑。血脉之情，哼！与你这种人做兄妹，还不如让我死！滚开！好，你想为你的亲妹妹顾明珠证明，那你就喝。你想死，那你就去死吧。我当然会喝，等我喝完后，证明这不是毒药，皇上自然会定你死罪。我也终于能彻底摆脱与你这种污秽不堪之人的血缘之情了。皇上，药我已经喝下去，草民并未感觉到异样，足以证明顾清月她说谎。景明，他中了毒，他中了毒！什么？难道顾清月说的是对的？晨露和夜露，再加上萝卜老根，真的是毒药的药引？绝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这药绝不可能是毒药，兄长，定是其他原因中毒的。顾清月一定是顾清月做的。你医术尚浅，根本就不知调制的药就是毒药。但在他喝药之前，我一再提醒，可是你们没有一个人信我。如今他中了毒，是你害死的他，关我何事？这药的功效我怎会不知？根本就没毒，是你，一定是你做了什么手脚。明珠，赶紧想办法救救你兄长。对不起，兄长的瞳孔已经开始扩散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找办法治啊！父亲，兄长已经不行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废物！兄长要是因为你死了，我饶不了你。大家谁能救一下我儿子？谁能救救他呀？郭大夫，节哀吧，您儿子恐怕救不回来了。景明，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子，你不能死啊！景明，你知道是毒药，那你定是有救景明的办法，是不是？是，我身上确实有保命的药，但是我这药不救顾家人。是我身上确实有保命的药，但是我这药不救顾家人。明珠汤药有毒，为何只有你知？定是你做了手脚，让你救，是给你一次悔过的机会。倘若你现在拿解药救回景明，我便不与你计较。顾明珠从去熬药都是李太医亲自跟随，我从何大手脚？是顾明珠的汤药本身就是毒药，不管是顾景明还是任何人，喝了都会死。我全程跟着顾明珠调药，顾清月根本没有机会下毒。莫非真如顾清月所说，这汤药本身就有毒？绝不可能，是顾清月胡说。我的药就算不能治疗瘟疫，这样是毒药，明明是顾清月动了手脚，否则怎会有解药？我没解药，我只有保命的药，但这药我绝对不会救顾景明。好，顾清月，就算汤药本身有毒，不是你陷害的，但景明是你的亲兄长，他可是顾家唯一的儿子，你身上流着顾家的血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亲兄长？我顾清月独身一人，哪有兄长？顾明珠是他的亲妹妹，让顾明珠救啊！景明，清月，为父给你跪下了，算我求求你，你念在血脉之亲，救救景明，救救景明。好，那就用此药斩断我们的血脉，生养之恩，同根之情，我已回报。以后我与你们再无任何牵连。这药吃了，虽会昏死不醒，但气息尚存；不吃，眨眼瞬间便会死亡。吃还是不吃，你们决定。
吃还是不吃，你们决定。虽会昏死不醒，但气息尚存。顾清月，你还说不是害我兄长，让我兄长昏死一辈子，那就算有气息，还有什么意义？有气息，最起码人还是活着，医学在慢慢发展，总会有再次清醒的希望。可如果连气息都没有了，那才是真的死了。不是你在野郎中那里学习的邪术吗？我告诉你，就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医术，我不会让兄长用的。没时间了，再不用，顾景明就真的死了。瞳孔已经扩散很多了，顾少爷没多少时间了，与其等死，还不如试试顾清月的药。父亲万万不可，他就是个骗子。可你有其他办法吗？或者说，在座的各位医者能有其他办法吗？那与其等死，为何不用一下顾清月的药试试呢？去，把药拿来！父亲，不可！拿来！我不拿，我不信他那么好心。不要！顾清月，你最好如你所说，真的能救景明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他已经活过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气息微弱，但很平稳。没错，景明已经活过来了，瞳孔也已经恢复正常。顾清月，你给他吃的什么药，居然能让将死之人起死回生？是我自己研制的回魂丹，还是他自己研制的？难道我们之前都误会他了？那些药方其实都是他写的。顾清月既然有那么高的医术，还何须抄袭？这样看来，抄袭之人是顾明珠。你到底有没有抄袭顾清月？你母亲、你兄长，为何将他们治好的都是顾清月？父亲，我没有。父亲，你们都被顾清月蒙骗了。他之所以能救活兄长，是因为这毒就是他下的。他抄袭我的药方，怕我跟他的药一模一样，所以故意在我的碗中下毒。他刚刚给兄长吃的其实就是解药，根本就不是什么还魂丹。可是这药从熬制一直到大殿之内，我一直跟着，只有你一人碰过此药，未曾有旁人接触过半分。顾清月从何下毒？李太医，顾清月阴险狡诈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已经在我药里下了毒。父亲，你要相信我。顾清月自小流散在外，绝不可能有如此高的医术，肯定又是为了证明自己自导自演。我不该怀疑明珠。为父当然相信你，你的药方绝对没有问题，这毒定是顾清月下的。顾大山，我刚刚救活了你儿子，你就如此报答我？好，很好。可你们就算诬陷我有何用？治疗瘟疫的药我已经熬好，只要让这位患者服下，药到病除，我自会用实力证明。顾明珠，你才是那个抄袭者。那还等什么？顾清月，只要你能治好瘟疫，朕就给你证明你不是抄袭者，并且册封你为公主。是，清月现在就为患者服药。等一下，皇上，顾清月的这碗药明明就是抄袭我的。顾明珠，你的阴阳水是用晨露和夜露调制的，这是你亲口承认，难道你现在又想改口吗？是，我承认，我是用晨露和夜露调制，可你的那碗药是你亲自调毒，实际上你的这碗用的是跟我的一样的方法。我的这碗药用的就是一半开水，一半凉水。倘若不信，可以去御药院查，我根本就没有晨露和夜露的记录。也许是你买通了御药院的人，故意没给你记载。大胆！御药院乃皇家药铺，岂能一介草民说收买就能收买的？你说话也要有点分寸。小女心心冤屈，口无遮拦，无意冒犯，还请皇上赎罪。顾明珠，你若不服，朕现在就让李太医按照你的药方和调制方法亲自制药，再次找人试药。倘若这次没毒又能治好瘟疫，那朕自然定顾清月的罪；倘若有毒，那朕就定你的罪。不行，万一顾清月说的都是真的，按照我的方法调制出来的定是毒药，还不如就此作罢。否则真的定了罪，我一点翻身的机会都没了。皇上，有为明珠洗清冤屈的心，明珠已经知足。明珠这次前来本身就是为了治疗瘟疫，不为其他虚名。既然顾清月已经说了能治好瘟疫，那我便不再与他纠缠，浪费救民时间，我自愿退出此次大义。顾清月，这次你满意了吧？顾清月，这次你满意了吧？谁允许你退出大义？我顾家培养你学医10余年，好不容易有这个为顾家增光的机会，你必须给我把握住。这公主的册封，你必须拿到。父亲，顾清月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不能让她死在这大殿之上。这功劳我给她，就当是报您和母亲的养育之恩了。我不需要，
我顾家为了利益，宁可不要这亲生女儿。父亲，就算你不顾及顾清月，可兄长现在昏迷不醒，我与他再次纠缠下去，误了兄长的治疗时间，我会后悔一辈子的。可是，少在这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。你要真的觉得自己的药方能救人，大可再次调制试药。你不试，还不是因为知道了这药方是毒药，不敢再次尝试而已。是，你说的都对，我不再与你争辩。时间紧急，你赶紧试药救人吧。为父可是在你和顾清月之间选择了你，这次的册封给了顾清月，你让为父如何甘心？父亲，明珠有医术在身，来日方长，明珠一定会为顾家光宗耀祖。你，皇上，民女已退出大义，兄长如今昏迷不醒，请皇上允许民女离殿回家救治兄长。顾明珠，抄袭之事尚未查明，朕本不应该放你走，但你兄长情况特殊，朕允许你暂且离开，待朕解决瘟疫之事，此事定要有所定论。来人，送他们出宫。明珠，谢皇上。顾清月，你摆脱不了我的，来日方长，我们走着瞧。这一次我让你抄袭不成，以后你也休想借助我的医术成为药神，成为公主，想都别想。是吗？我可是有药神，不想让我抄，那你除非放弃医者这个身份，否则你永远别想摆脱我。这就走了？明明当众调制就能够证明自己是否抄袭，却拒绝离开。这顾明珠是不是心郁了呀？这顾明珠的方子我们现在无从查证，她又找其他理由不愿意再试，明显就是不敢试。我看顾清月也许并未说谎，一直抄袭的很有可能是顾明珠。你们休要胡说！我们家明珠怎么可能是抄袭者？明珠放过你，我可不会放过你。等治好景明，我定要命令明珠自证清白，拿到公主册封，请求皇上为我顾家清除你这个逆女。顾明珠、顾父是我不会放过你们，这只是开始，你们欠我的，我定要你们一一偿还。顾明珠情况特殊，已经离开，不过大家放心，抄袭之事朕定会查明，给医学界一个交代。顾清月，倘若你没有抄袭，朕自然会为你证明。谢谢皇上。顾清月，你可是给皇上保证能治好瘟疫的，这患者喝下怎么死过去了？顾清月，你可是拿性命给朕保证能治好瘟疫，这怎么回事？人为什么死了？顾清月，你可是拿性命给朕保证能治好瘟疫，这怎么回事？人为什么死了？你如此欺君，朕必要定你的罪。人已经死了，你还在故弄玄虚，怪不得你的兄长和父亲要把你赶出顾家，否则顾家100年医学世家都要毁在你的手里了。黄大夫，你作为大夫判断人死亡，如果只凭借一双眼睛，那我只能说你不配为医者。李太医，病人的情况如何？还是请您来查看，禀报给皇上吧。顾清月，你最好不要让老夫失望。人没死，还活着。病呢？瘟疫治好了吗？脉象平稳，呼吸顺畅，又摸了摸头，无发热现象，瘟疫症状已全部消失。真的？那他为何依旧昏迷不醒？他这些天忍受瘟疫的折磨，太累了，如今疾病已除，睡着了。醒醒，醒醒！谢谢神医，救我性命！谢谢神医！起来吧。顾清月，你竟然真的治好了瘟疫，救了朕的子民！顾清月，你竟然真的治好了瘟疫，救了朕的子民！他竟然真的治好了瘟疫，只是不知道这方子用的到底是不是顾明珠的。对啊，毕竟这方子中的阴阳水得需要他自己调制，到底是不是用的顾明珠所说的晨露和夜露，谁也不知道啊。想知道我用的到底是不是晨露和夜露？很简单，你们自己调试就行了。自己调制？顾清月，你不是说这阴阳水只能你自己调制吗？我那是为了防止顾明珠抄袭，所以才故意这么说的。其实这阴阳水就是一半热水，一半温水，就算是不懂医术的老百姓，也能自己调制熬药。
那按你这么说，只要我们按照你的药方，加上这一半热水一半冷水熬制而成，就能治疗瘟疫。没错，瘟疫人数众多，我想药方的时候，就是要找一种平常百姓家都有的东西，治疗瘟疫。这样，那些贫穷的百姓，就算没有银子，也能治好病。大家若都用你调制的阴阳水治好了病，而非用顾明珠的晨露和夜露，那就足以证明你才是真正的药神啊！清者自清，我说了，我会用实力证明自己。医者仁心，悬壶济世啊！顾清月，你已证明自己，待瘟疫之事彻底解决，镇定顾家抄袭欺君之罪，并昭告天下，册封你为昭义公主，为你证明。谢皇上，皇上为我证明，让顾家顾明珠受到惩罚已经足矣。至于公主的册封，恕清月不能应承。什么？你不愿意接受册封，成为公主？什么？你不愿意接受册封，成为公主？是，民女不愿意接受册封公主。顾清月，你治好了瘟疫，皇上给你册封，你感恩接受就行了。可你竟敢拒绝皇家恩惠，让皇上颜面扫地，如此举动是不是有点恃宠而骄了？顾清月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装了？你来此大义，与顾明珠据理抗争，如今终于证明自己，不就是为了得到册封吗？不是所有的医者都跟你一样，来此只是为了利益。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医者都与我顾清月一样来参加大义，是为了救天下苍生。自始至终，我对册封从未有半点想法。顾清月，你说的那么冠冕堂皇，我就不信你治好了瘟疫什么都不要。我当然不会什么都不要，嘴上说的不要，实际上又要。刚刚还没耍够大家，现在又要来耍我们，实在是无耻。够了，顾清月，你治好瘟疫，立下大功，本应该受到册封，但你不要，那你到底要什么？顾清月，皇上给册封公主之位，已算大赏，你且不要不知足，惹怒皇上。谢谢李太医提醒，清月要的不多，皇上只需要替这天下百姓付我5两银子的药方钱即可。5两银子？你放弃公主之位，只要这5两银子？没错，救济妇人可要黄金1万两，可救济天下百姓不能收超过5两，这是天一阁的规矩，我自然不能破。待瘟疫彻底扫除，皇上就带天下百姓给我5两银子即可。你这规矩我听着怎么那么像天一阁的规矩？莫非你是天一阁的人？天一阁？前几日我曾陪同陛下前去求医，等了见到一个门童，告知我们回去，说百姓有难，天一阁自然会管。难道顾清月就是天一阁派来的医者？难道就是民间所说的这天下皇权管得了官吏，管不了生死，而天一阁管得了生死的那个天一阁？传闻天一阁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，天下医者百姓10之8九受过他们的恩惠，百姓认天一令胜过圣旨，能让皇上如此放下身段去求。顾神医，刚刚我眼下心忙，受顾明珠那个小人引导，对您有所误解，请顾神医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在下吧。顾清月，你果真是天一阁的人？皇上，我是不是天一阁的人不重要，但既然天一阁的人已经告知您他会管着天下苍生，那自然不会失信于您。朕自然知道，3年前北境叛乱，若不是因为天一阁撤回当地药团，百姓自己把造反的藩王绑了送官，如今这江山还不是朕的江山。还是因为皇上您心系百姓，天一阁才甘愿助您。李太医，治疗瘟疫的方子等下我会口述给您，您写好药方后张榜告知天下，让百姓自行熬药，喝了即可痊愈。我会在皇宫待上3天，等瘟疫彻底控制好之后，我再离去。如此甚好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让顾明珠、顾大山3日之后进宫觐见。顾清月，3日之后瘟疫散去，朕自会洗去你身上的污名，给顾明珠、顾大山定罪，为你证明。谢皇上。顾明珠、顾大山，上一世你让我在这大殿之上乱棍打死，这一世在这大殿之上死的也该是你们了。师傅，治疗瘟疫的药方已张贴在城内大街小巷，想必师姐已经治好了瘟疫。药方拿来，我看看。此药方药材普通，平常百姓尚能买得起，但治疗瘟疫又有奇效，真是心系天下啊！不愧是我天一阁未来的阁主。师姐曾说过，治好瘟疫后就回来继承阁主。如今心愿已成，我们是不是该接师姐回家了？接，趁着你师姐没有改变主意，赶紧去接。此次去顾家，
定要备上厚礼。毕竟顾家父母对你师姐有生育之恩。去把我那颗可延长20年寿命的丹药拿来。是，只是您出关时间还有3天，提前出关怕会心脉受损，我需在此守候，也不能去，所以此次去接师姐，只能让大师兄带人先去，帮师姐整理行李。无妨，清月自带药神命格，为师怕公开他惹出是非，所以至今门中除了你，无人见过他面貌。但还好顾家只有他一个女儿，你一定要告诫叶皇，千万不要认错了。待3日后我出关后，亲自上门接清月回家。老爷，治疗瘟疫的药方张贴出来。什么？明珠，这贴出来的药方为何跟你的药方不一样？难道真的是你抄袭了顾清月？难道真的是你抄袭了顾清月？父亲，别人不知道也就算了，您可是亲眼看到顾清月是如何抄袭我的，怎能还会如此想我？罢了，我已经决定为顾清月背锅，那我也无需解释。如您所说，我才是那个抄袭者。明珠，为父不想那样想你，但你看他昭告给天下的药方，跟你调制的阴阳水的方法根本不一样。父亲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这一半温水一半凉水，跟我这晨露和夜露的功效一模一样。我不知道顾清月什么时候在我的药里下毒，说我的药是毒药，也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一半温水一半凉水能替代我的药方，所以我只能认栽。什么？顾清月那个贱人在顾家是安了多少眼线？你的2种方法，他竟然都能想办法抄袭，如此算计，怎能防得住？以父亲的医术，根本就不知道2种调制是否一样，但我也只能先说谎自保，有药神系统加持，不怕翻不了身。父亲，此事已过，皇上必定被姐姐说服，怕是要被受封公主了。受封公主？这公主应该是你的，她休想夺走！明日你就跟为父进殿，我必定要让皇上给你一个交代。老爷，皇宫来人了！皇宫来人？难道是我赌对了？我的调制方法与顾清月的调制方法真的一模一样。你们可是顾大山、顾明珠2人吗？是。奉皇上之命，顾大山、顾明珠于3日后进宫觐见，不得延误。是。敢问大人，皇上召见我2人所谓何事？我零散听了一些，好像是为谁证明，具体的你们2人当日便知。朝中还有公务，我且回宫，2位留步。证明？顾清月治好瘟疫，但并未册封公主。明珠，难道是皇上发现了他的算计，准备召你前去册封你为公主？难道真如父亲所说？天一阁大弟子叶华携众弟子迎接阁主归山。天一阁？为父没有听错吧？天一阁怎会来我们顾家？赶紧出门！父亲，凌风说阁主是顾家唯一的女儿，而此女应叫顾大山父亲，那定是阁主无疑。你们果真是天一阁的人？阁主，天一阁大弟子叶华携众弟子迎接阁主归山。明珠，你竟然是天一阁阁主！明珠，你竟然是天一阁阁主！顾清月，没想到你不仅有药神命格，你竟然还是天一阁的阁主。那他们为何把顾清月认作是我？难道是我的药神系统不仅能抄袭他的药方，如今也能复刻他的人生？阁主，没错，就是我的药神系统完全吞噬了顾明珠的药神命格。如今我就是药神，我就是天一阁的阁主。传闻天一阁要是真想争天下，百姓自己就会把龙椅抬到他们门前。我若以阁主的身份前去进殿，压制皇上，顾清月必死无疑。明珠，你说话呀！你到底是不是天一阁的阁主？没错，我就是天一阁的阁主。之前不想跟你说，是怕招惹是非，还请父亲见谅。叶华见过阁主，此次前来是要接阁主归山，老阁主还在闭关，不能亲自前来，托我带此可延长20年寿命的丹药以及一些宝礼送给顾老。延长20年寿命的丹药？明珠，你竟然是天一阁的阁主！有了这阁主，还要什么公主的册封啊？为父实在是太激动了。突然想到，后天去见皇上，表明你的身份，让皇上昭告天下，我顾家的女儿是天一阁的阁主。我顾家跻身医学界的第一世家，就靠你了，明珠。
那清月呢？清月该怎么办？清月是你姐姐，你可一定要放她一条生路啊！那个贱女自然会被皇上定罪，我要亲眼看着她死在大殿之上。明珠，为父的心愿就靠你了，这次你可一定不要让为父失望啊！好，既是父亲心愿，那明珠就在归山之前帮您实现，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。夜华，明日带领天一阁众弟子，随我一起面见皇上。是。医者顾清月，以神药渡劫，施药活民，救苍生于疫瘴，复生机于枯骨，共同良相，德配蛙皇。赐其活民济世金匾，用征现行。谢皇上，只是这金匾，清月实在是不能收。皇上还是按照约定，给清月5两银子即可。顾清月，5两银子，朕自然不会欠你。只是你立了大功，朕只给你5两银子，怕朕的百姓责败朕怠慢功臣啊。既然如此，清月收了便是。但皇上答应清月的还有一件事。你放心，你救了朕的子民，朕定会把你身上的污名洗掉。来人，传顾家妇女，传顾家妇女觐见。天一阁的腰牌，天一阁的人怎会来此？还和顾明珠一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顾明珠带领天一阁众弟子拜见皇上。天一阁的人？顾明珠，你确定他们都是天一阁的人？皇上，此为天一阁弟子腰牌，我与众弟子一起前来，随阁主面见皇上后，接阁主归山。阁主？你说顾明珠是天一阁的阁主？阁主，你说顾明珠是天一阁的阁主？没错，顾明珠正是我天一阁56代阁主。顾明珠抄袭顾清月的药方，欺君欺民，怎么可能是天一阁的阁主？你们到底是谁？门童，你就是那日的门童。皇上与公公与我有一面之缘，现在对我们是天一阁弟子的身份，应该无异了。你们竟然真的是天一阁的人！顾明珠，你果真是阁主！皇上，您去天一阁3日只见了一个门童，而如今我身后可是跟着天一阁众弟子，你还是如此怀疑我的身份，这可是对天一阁大不敬啊！景轩不敢，景轩见过阁主，有失远迎，还望阁主不要放在心上。皇上，你不必如此，天一阁阁主才不会如此傲慢。顾明珠，他不是天一阁的阁主。顾清月，给我住口！这些人明明就是天一阁的人，他若不是阁主，又如何将这些人听从于他？顾清月，皇上都承认这些弟子是天一阁的人，你还敢不认吗？皇上，你不必如此，天一阁阁主才不会如此傲慢。顾明珠，他不是天一阁的阁主。顾清月，给我住口！这些人明明就是天一阁的人，他若不是阁主，又如何将这些人听从于他？顾清月，皇上都承认这些弟子是天一阁的人，你还敢不认吗？我承认这些人是天一阁的弟子，但是你可不是天一阁的阁主。对众弟子，你们如何确实他是天一阁的阁主的？得了谁的命令？你是谁也敢质疑我们？我们受了谁的命令，还轮不到你来治锤。我是谁？我才是当代天一阁阁主的关门弟子，天一阁第56代新任阁主。你说什么？你才是阁主？顾清月，给我住口！皇上，明珠实在不甘心将功劳让给顾清月，她治疗瘟疫调制的阴阳水实际上是我的另外一种方法，2种调制方法皆可治疗瘟疫，只是顾清月她故意在我的药里下毒，诬陷我抄袭，这种欺君欺民的行为实在是该杀。当日让你试验你不是，如今又在这贼喊捉贼，谁还会信你？皇上，您可以不信明珠，可你不能不信天一阁呀！皇上，我可是天一阁的阁主，当日算计的我无言可对，旁人更是都轻信于你，无奈我只能带着众弟子亮明身份。皇上，您轻信小人一次尚可原谅，再次轻信，惹了我天一阁，恐怕天下子民都不会愿意啊！顾明珠，天一阁从不仗势欺人，你如此压制皇权，哪有一点天一阁弟子的样子？确实不像我天一阁弟子的行为。如此这般，还不是被你这种奸诈小人所逼？天一阁救助天下苍生数百年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往我身上泼脏水。皇上，请惩治顾清月，还我名声，还天一阁一个清白。之事，顾明珠拿持系阁压，其中必有原因。得罪了天一阁，我这皇位怕是不保啊！皇上，顾明珠一派胡言，你万万不可听信于他呀！皇上既然不为我天一阁做主，定顾清月死罪，那就别怪我天一阁无情。夜华，我们走。等等，天一阁功德在世，朕自会为你做主。来人，把顾清月抓起来，关入大牢。慢着，
天一令在此，我看谁敢！慢着！天一令在此，我看谁敢！天一令在此，天一阁众弟子都给我跪下！天一令，你是谁？你竟然有天一令！天一令是天一阁阁主随身之物，我是谁？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你才是阁主！阁主，叶华眼下认错了人，还望阁主恕罪。主令，我的阁主令原来在这儿！顾清月，你到底在我身边安插了多少眼线？竟然一步步走在我前面算计我，甚至偷了我的阁主令，妄想替代我的身份，真是可耻！叶华，我是55代阁主关门弟子，你们没见过我，认错我一次，情有可原。但你们不要一错再错，相信我的话，我才是你们的新任阁主。顾清月，给我住嘴！天一令在，我就是天一阁的阁主。叶华，你若再听信于此人，我便将你逐出天一阁。弟子不敢。皇上，天一阁阁主顾明珠，请求您在这大殿之上处死顾清月。来人，将顾清月在这大殿之上乱棍打死！皇上，皇上才是天一阁阁主！难道这一世我还是逃不出被顾明珠害死的命运？师姐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师姐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是谁？竟然擅闯皇宫，殴打侍卫！我看你是不要命了！不会说话，以后就给我永远闭嘴！凌风师弟，大师兄，师父派您前来接师姐归山，接任阁主。可师姐为何在此受此酷刑？师弟，你给我说过，阁主是顾家的女儿，而顾家的女儿是这位，她才是阁主。至于她抄袭阁主的药方，还诬陷阁主，受此酷刑也是活该。原来你告诉她我是顾家的女儿，怪不得她们会认错。认错？师弟，难道这位才是阁主？大师兄，师父等下前来，看到师姐因你受此酷刑，必定会重罚于你。你是谁？也是天一阁的弟子？我乃现任天一阁阁主贴身医卫凌风，见过皇上。皇上，顾清月乃我天一阁第56代阁主，您让她受此酷刑，不知所为何事？什么？顾清月才是天一阁的阁主？你说谎！皇上，此人定是顾清月的人，故意冒充天一阁的弟子，蒙骗皇上，岂不可轻信了？闭嘴！凌风的身份千真万确，我看冒充身份的是你。你冒充阁主，骗了我们天一阁众弟子，实在该死！你敢打我！天一令在我手中，我就是天一阁的阁主。天一令是我清月徒儿的，他的东西你不该碰。天一令是我清月徒儿的，他的东西你不该碰。参见阁主。清月拜见师父。清月啊，你怎么都瘦了？为师刚刚去顾家，与你母亲了解了你在顾家的情况，你受委屈了。你放心，为师定会让害你之人受到惩罚。谢谢师父。景轩拜见阁主。皇上，天一阁救济天下苍生，曾助你走出国难，你竟如此回报于我，派人打我天一阁新任阁主，如此不稳，怕不是对我派不满？景轩不敢，实在是顾明珠他冒充阁主，我不敢忤从天一阁，所以才……他既然欺君于你，败坏我天一阁名声，如此罪人，你为何还留他苟活于世？阁主说的是，景轩这就处理。来人，将顾明珠、顾大山拉下去斩首示众，公示其抄袭罪名，为顾清月不天一阁阁主证明。皇上，你不能杀我，我不能死！系统，救救我！系统，难道你没发现吗？你能落到如此地步，都是因为我利用了你的系统，让你一步步的走向今天。说什么？难道你早就知道了我的系统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一世死的人不再是我，而是你。